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哟。前期提要：这是我跟恰米北路滑雪自由行程的最后一天。早饭后，我们从山下家出发，路过总汤、古总汤、女生水，最后来到春日神社。现在我们准备前往南生水，结束今早的温泉街散步咯。前往下个目的地。我们刚才看女生的水。好，我们再去男生的水，然后再去小孩子的水，然后就要走回去，再去很多的水，不要走回去。从春日神社步行到光乐寺约1分钟脚程，寺名为远庆山光乐寺，属于净土真宗本愿寺派，创建于1650年，由加贺国打月村净土真宗圣光寺住持佑恩的弟子了传创立，到第3代住持致敬，获本愿寺授予光乐寺谥号。1896年，寺院迁移至3代温泉。1911年4月4日3代大火，具体的起火点在光乐寺前的一家知名温泉旅馆大泽家厨房，火势极为猛烈，在当时核心区域几乎夷为平地，也因为灾后重建，3代温泉演变成今日的现代化温泉格局。而光乐寺也于1941年移筑至现址，建筑结构是北陆风格。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建议想要深度探索的朋友，可以像我们一样从春日神社到光乐寺，沿着温泉街再到药王院温泉寺、服部神社，串联成一个寺院群散策行程。不同季节与古朴的建筑相互辉映，能拍出极具禅意的影像作品。这座寺院虽然不像大型名胜那样宏大，但承载在地历史与静谧氛围，非常适合想要深入了解3代温泉文化的旅客哦。1911年4月4日，原本平静的石川县3代温泉正笼在极度干燥的春风里，谁也没想到，这场看似平凡的风竟成了毁灭的推手。那一晚，大泽家旅馆的厨房窜出了1星半点火苗，在强风的助长下，火势瞬间失控，像一条咆哮的巨龙扫过街道。当时温泉街竟是紧密相连的木造建筑，柱龙所到之处，梁柱崩落，砖瓦碎裂，最终整座温泉街的精华区在红烈烈焰中化为焦土，304栋建筑付之一炬。就连守护地方的古刹光乐寺也没能躲过这场劫难。清晨的灰烬中，3代温泉几乎被抹平了。然而，当地人并没有在悲痛中停下脚步，他们选择将这场灾难视为重生的契机，借由重建的机会，3代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混乱的旧格局，大刀阔斧地进行现代化街道重划。今日我们漫步在3代温泉，会发现街道异常整齐疏朗，这正是当时浴火重生的成果。更有心的是，为了找回那段被大火夺走的繁华记忆，居民们在设计古总汤时，特别参考了灾前的建筑样式。现在的每一块木板，每一盏灯火，都是在向那个消逝的明治盛世致敬。这场火灾最终烧毁了旧的枷锁，
却也锻造出三代温泉如今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独特灵魂。看着眼前格局整齐的街道与木造建筑，很难想象1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焦土。如今三代温泉的优雅轮廓，是当地人从灰烬中一笔一画重新勾勒出来的生命力。转身走进这片古意盎然的街景，你遇见的不只是历史，更是这座小镇在灰烬中重新绽放的姿态。本来剧本应该是这么完美的啦，因为恰米正忙着处理公事。呱呱决定发挥瓜氏野性直觉，信心满满的带大家去找传说中的男神水。结果事实证明，野性直觉在现代导航面前一文不值。就这样子，跟着野性直觉的呱呱呱一起路过了。完美的跟他擦身而过而不自觉。我们因为路过南生水，又多走了5分多钟的路程。恰米忙完，终于发现了，赶紧拎着呱呱返航。要去哪？啊，这里找到了，刚刚不小心路过了。啊。Sometimes I'm cold as months, ending in Aryan ember, and my world feels heavier times two. And all those old gray memories are just right there to remember. Well, I know exactly what to do. Down to you, darling. I tuck my head up under your 这是三代温泉非常受欢迎的名果，
特色是馒头里面包着整颗结实的栗子，可惜当时不知道这款栗子馒头很有名，犹豫很久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就路过了。三代温泉没有图书馆，这是志工捐赠书籍而建立的，供所有人阅读，也有简单的桌游。因为门口设计很典雅，如果你们跟呱呱一样很爱拍照，不要错过了哟。用那口招财的那口喵喵喵喵喵喵喵。蜘蛛来了。哦，真的耶，好酷哦！你没有注意看就不会发现蜘蛛人，要注意看才会发现蜘蛛人。因为我们8点多就在温泉街上散步，因此营业的店家不多。沿途贪吃的呱呱一直很想买点伴手礼回家吃，逛了好久，后来终于选定了一间来年呱呱还想再去的店，推荐给大家哟。拍控米亚给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卖什么的？正月饼不知道是什么？漂亮的鬼，真的开了。多大？要不要买一些跟他们回去吃或者馒头，这可以带回去吗？我要吃馒头，上次吃的那个馒头都很好吃。我要吃豆沙的这个，可是我没有带钱出门。可以刷卡吗？不知道，你问看看。Good morning。那个可以吗？哈斗卡。好，可以。那我要这个。你要几个？これ一つ。おすすめどこ？これみんなおすすめです。みんな哦，他说每个都有是历史。因为第一次买，不确定哪个会喜欢，所以我努力的选了自己想吃的，一时间忘记还要分享给朋友或家人，最后自己只吃了2-3个，真的超级后悔的。奶奶所言不假，全部买到的馒头都超级好吃的，连吃到的朋友也都赞不绝口。回台湾的时候，想念好久好久，比冲绳的玉果子玉店更好吃的哟，也是我目前心目中的日式馒头排行第1。之后每年去北陆滑雪，我一定会炒着恰米再去购买的，这次一定会买很多很多。后来回台湾才知道，这是一家拥有100年历史的老牌和果子店。店内彩色的琥珀汤是最受欢迎的伴手礼。盒装的设计灵感源自于三代温泉著名建筑古种汤，色彩与排列设计是古种汤上的九股烧彩色玻璃，外皮脆口，内泥软嫩，色泽如宝石般晶莹剔透。另外，温泉馒头与酒馒头也是经典之选。除了作为温泉街的老店铺，我也真心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机会来，一定要买来尝尝看哦。馒头的绵密内馅，一不小心就会吃光了，是三代温泉街散步散策不可错过的日常美味。下次来到这里，不妨带上一份五彩宝石与绵密馒头，把三代温泉的光影与日常记忆一起带回家吧。我在想要不要买一个这个？好，帮你买一盒这个。
一盒这个，好，可乐一豆子，哼。回去品尝了彩色琥珀糖，粉色是草莓味，绿色是哈密瓜，黄色是柠檬橘子味，紫色是葡萄味，蓝色是苏打薄荷味哦。店内还有蛤蚌冰，也是必买推荐。可惜因为冬天太冷，我们吃不了。听说夏天非常受欢迎，口感带有我爱的蛤粉 Q 弹感。后来买完后，我就在门口拍了纪念照，继续出发探险咯。这个婆婆很可爱。我们竟然买得到欧米亚给，好酷哦！我们这里的人很早就起来了耶。对啊。是去哦，那里有个东东里，看这东东里这么多。阿米它好像瘦掉了，这只熊，我要跟这只熊拍，它是熊哎，啊，跟你长得好像，这只。这也是我觉得必拍照的点哦，超级可爱，非常推荐大家路过记得拍一张哦。我喜欢这里，这里每个地方都好漂亮，漂亮漂亮。上下加在前面了。啊，好快啊！一下下快乐的时光就结束了。下次真的要来滑雪，就安排6天来7天。你要去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们刚才就有经过啊。有吗？可是你没有去泡哎。我们刚才有经过啊，在哪？可以泡，在那里啊。等一下体验一下。你们费的吗？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今天一直在路过重要的景点而不自知。非常有趣。话说竹汤有4个是必须要知道的精华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它是100%的纯源泉，是免费的户外足浴，使用未稀释的硫酸盐泉，旁边设有饮泉场，泉水富含矿物质，据说对肠胃与代谢有益。第二是竹汤旁有3只脚的巨大神鸟雕像，神鸟八指鸟传说。相传1300年前，高僧行基看见受伤的乌鸦在此泡汤愈合，才发现了3代温泉。第三，这边有必吃的温泉蛋双麒麟，在竹汤旁的商店购买。听说是将半熟温泉蛋拌入双麒麟，并淋上酱油，口感浓郁，像焦糖布丁，是当地最知名的特色甜点。我们因为天气太冷没有品尝，真是有点可惜。第四，需要自备毛巾哟。香了。叫他们出来泡。好舒服哦！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北路滑雪自由行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